大家早安，我是宇贤。上个礼拜的滑行自我诊断影片上线了以后，我有看到在底下有一个朋友的留言，James 说希望能有机会解说什么是 Early Edge， 因为影片中有提到提早换钢边，目前仅能顺顺的 S， 无法理解为何能在12点钟位置就换钢边，很怕往 Fall Line 的方向跌个狗吃屎。Sad face， 问得好，今天我们就来好好的研究一下。提早切换钢边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什么？西雅图现在下大雪，没办法拍片？哼，逼我出绝招！出来吧，早起君！早起君是个正在认真学习雪板的学生，最近刚刚学会在绿道连续转弯。今天他也来到了滑雪场练习。第一趟热身，他先复习了一次教练之前教的转弯流程。穿过转弯反折点之后，先刹车减速，然后慢慢放平雪板。把板头往下拨方向旋转，在板头跨过正下拨方向时切换钢边，最后用另一侧钢边刹车出弯。轻轻松松。增加了信心的早起君，接着来到了一条坡度比较陡的蓝道，想要用同样的方法滑行。先刹车减速，然后一边下坠一边旋转板头，但是坡度很陡，板头还没转到可以切换钢边，下坡的加速度就失控了。让早起君摔了个四脚朝天。早起君想起前几天看的滑雪教学里有说到，要在过弯时持续控制速度，必须要提早切换钢边。但是早起君怎么都想不透，在板头还没有指向下坡方向就换边，不会卡刃然后就一路滚下山吗？想着想着，早起君回到了 base， 他突然发现平缓的 base 已经没有明显的下坡方向。那到底该怎么决定使用哪一侧的钢边呢？似乎为了不卡到刃，板头在前进方向的右边时，自然要使用右侧的钢边；而板头在前进方向左边的时候，就该使用左侧的钢边。于是早起君想通了，该使用哪一侧钢边，不是取决于下坡方向，而是取决于前进方向与板头的相对关系。也就是说，同样一条行进路线，只要控制板头的方向，就可以自由选择要使用哪一侧的钢边。从这个概念延伸，如果我们把斜坡上入弯的轨迹想象成平地时的直线，从转弯反折点开始入弯的这条行进路线，也是可以自由选择使用哪一侧的钢边来减速。具体来说，如果使用和之前出弯时同侧的钢边来减速，就会像是这样。而使用另一侧的钢边来减速，会像是这样。这两个方法走出的路线一模一样，关键的差别在于到达转弯顶点时，使用同侧钢边来减速的情况，需要先回转180度才能出弯；而提前切换钢边的情况，则不用回转就可以直接出弯了。同样的道理，切换钢边的时机其实不是在板头跨过正下坡方向时，而是在板头跨过当下前进方向的时候。也就是说，转弯要提前切换钢边，就要在还是朝着侧边前进的时候，把板头旋转到前进方向的另一侧，然后使用另一侧钢边来推雪入弯。虽然道理都了解了，但是要实做，早起君还是觉得怕怕的。毕竟在斜坡上因为重力影响，不容易抓到精确的前进方向，要是切换钢边的时机没有抓好，肯定又要摔倒了。所以早起君决定按部就班，先熟练如何直线下坡时雪板转横90度刹车，接着再沿着入弯的轨迹做一样的动作。入弯前先朝侧面前进，然后雪板转横，朝着雪道侧边刹车，因为一次就把雪板转满到了90度，这样可以担保旋转的过程一定会跨过前进方向，也避免了卡刃的可能。最后，早起君越来越熟悉如何感受前进方向与板头方向的关系，入弯时旋转板头的程度也越来越精准，变得可以刚刚好只转到跨过前进方向一点点，而且整个过弯的过程都保持板头与前进方向有固定的夹角，有固定的向心力，弯形自然也就变得圆润了。我们一开始在学习雪板的时候，因为还不太熟悉雪板的动态，而且光是要在雪板上保持平衡就已经费尽全力了，所以在教学的时候，我们才会简化说，在板头朝向下坡正下方时切换钢边。
然而，要从初学进阶到中级，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要开始熟悉前进方向、板头方向，还有钢鞭使用这三者之间的相对关系。希望早起君的故事有帮助大家了解提前切换钢鞭是怎么一回事，还有它的练习方法。这个礼拜西雅图的雪场真的都在下大雪，没有办法拍教学，所以我才想到了用早起君的方法来示范。你们觉得效果怎么样呢？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吧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早起去滑雪，我们下次见。